宇宙的终极追问从未如此接近颠覆性解答时刻。那些镌刻在人类文明基因里的问题，诞生前的混沌中，谁按下了启动键？膨胀的边界是否存在于可见之外？今天，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发现，正将这些哲学思辨转化为对现代宇宙学的破坏性测试。当我们以为已拼凑出宇宙演化的标准图景时，这架太空之眼却在早期宇宙的星云中捞出了足以重写教科书的异常数据。近年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台深空猎手正一点点撬动我们对宇宙演化的固有认知。2026年1月5日，他又投下一颗震撼学界的科学炸弹。由加拿大研究团队牵头的全球天文学家，在大爆炸后仅14亿年的早期宇宙中，捕捉到一个热到沸腾的星系团，其中的气体温度高到足以让原子持续电离，像一锅永远翻滚的宇宙浓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有理论的预期：星系团的气体本该随着结构逐渐坍缩稳定，用几十亿年的漫长时间，通过星系碰撞、物质摩擦，慢慢积累热量，才会达到如此极端的温度。可这个星系团里的气体不仅比理论预期年轻了数十亿年，温度更是高的超出了现有模型的计算范围。这种提前过热的现象直接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我们奉为圭臬的宇宙标准模型是不是漏掉了关键演化环节，甚至从根基上就存在偏差？换个角度看，这绝非孤立。韦伯在早期宇宙中捕捉到的诸多天体都带着超灵的特征，有的星系大得不符合演化时序，有的结构有序到违背早期宇宙的混乱属性，还有的活跃程度远超理论预期。这些反常的观测结果正一寸寸撼动着宇宙学的标准模型。如今，全球的宇宙学家都盯着韦伯传回的海量数据陷入沉思。最新的韦伯望远镜观测结果甚至开始撼动我们对宇宙膨胀的核心认知。有科学家抛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观点：我们观测到的宇宙膨胀或许只是一种视错觉。他们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星系运动模型，与韦伯观测数据的匹配度居然比经典的宇宙膨胀理论还要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经典的宇宙膨胀理论，当我们用望远镜望向深空时，几乎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且距离越远的星系退行速度越快。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科学家曾提出一个颠覆性的猜想：或许不是星系在主动飞离，而是宇宙本身在膨胀。这就像吹起一只沾着斑点的气球，斑点并没有自己移动，是气球表面的橡胶在拉伸扩张。两个星系之间的空间越大，被拉伸的幅度就越大，所以遥远的星系看起来退行速度更快。这套新模型相当于为宇宙认知撬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但它是否站得住脚，还需要更多观测数据的反复验证。这种不断推翻重建认知的探索过程，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宇宙的真相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颠覆。科学家认为，宇宙膨胀始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但它和我们日常见的爆炸完全不同。这种膨胀是处处同时发生的，就像发酵的面包，每一个气孔都在同步变大。宇宙没有中心，也不存在边缘。这一核心假设支撑了标准宇宙模型数十年，可韦伯望远镜的最新观测却给它浇了一盆冷水。观测数据暗示，宇宙膨胀可能并非均匀的，不同区域的空间拉伸速度存在差异，这与暗能量理论的核心预测完全矛盾。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暗能量曾被看作宇宙膨胀的均匀助推剂，科学家一直认为它在全宇宙以相同强度推动空间扩张。如今韦伯的发现相当于打破了这一默认前提。换个角度看，这还不是最动摇根基的膨胀理论的底层逻辑。宇宙学原理核心是宇宙在大尺度上处处平滑均匀，而韦伯的观测却显示，早期宇宙的结构起伏远超预期。这就像我们原本以为整个海面是平整的，凑近才发现深海区域藏着巨大的地形落差。一旦这一根基不稳，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宇宙模型可能需要大幅改写甚至重构。
其实早在韦伯观测之前，膨胀理论就藏着一个未解的老大难问题：空间为什么会持续膨胀？科学家给这股神秘力量起名暗能量，可直到现在，我们连它的基本形态都无从知晓。更颠覆的是，韦伯的最新数据还暗示，宇宙膨胀的加速趋势好像在踩刹车，暗能量的强度可能正在减弱。如果这一结论成立，我们此前对宇宙未来的所有预测都要彻底重写。你能想象吗？宇宙的不同区域正以快慢不一的节奏拉伸着空间。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脑洞与看法。暗能量为什么会变弱？这股支配宇宙命运的神秘力量怎会如此反复无常？如果它的强度并非恒定，我们此前对宇宙未来的所有推演可能都只是一场美丽的错觉。这一颠覆性的观测直接把科学家拉回了宇宙学的基础课堂，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底层假设。还有个让学界挠头的核心问题，按标准理论，只有星系之间的虚空在膨胀，星系、太阳系甚至原子这类本地结构完全不受膨胀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引力、电磁力这些本地绑定力就像牢固的钢索，能牢牢拉住天体和微观粒子，抵消掉空间膨胀的微弱拉力。这就引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换个角度看，它会不会只是一种大尺度专属的效应，在星系、原子这类小尺度空间里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有人再次抛出终极疑问，我们观测到的空间膨胀会不会只是观测遥远星系时产生的一种视错觉？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正一点点撕开标准宇宙模型的缺口，等待着新的观测与理论去填补。为了破解这些宇宙谜题，科学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模型——时间景观宇宙学。这套模型的核心观点相当颠覆，宇宙膨胀并非暗能量在幕后推动，而是时间制造的障眼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的核心逻辑：宇宙空洞与物质密度会对时间的流逝速度产生差异影响。物质越密集的区域，时间走得越慢，比如星系内部的原子钟，流逝速度可能比宇宙空洞里的同款钟表慢1/3。我们常说宇宙年龄约138亿年，这只是物质密集区的本地时间，在宇宙空洞里，时间可能已经多走了几十亿年。这背后的原理是，空洞区域时间流逝更快，空间随时间拉伸的幅度也更大，看起来就像膨胀的更剧烈。当我们观测空洞远端的天体时，会觉得它比近端天体退行速度更快，本质上是空洞内的空间被快速流逝的时间拉得更长。随着时间推移，这类高速拉伸的空洞不断扩张，最终给我们造成了宇宙整体膨胀在加速的错觉。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研究团队将这套模型与观测数据比对后发现，它对宇宙膨胀现象的解释力甚至超过了经典的标准模型。现在一个终极疑问摆在面前，暗能量真的是宇宙膨胀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一直被时间制造的膨胀幻觉所误导？你更认同哪种可能性？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脑洞。探索宇宙的过程就像拆解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盲盒，每揭开一层都会撞见更颠覆认知的风景。理解宇宙膨胀的真相从来不是科学家的专属课题，它更关乎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在浩瀚宇宙中的微小坐标。关注我，带你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别忘了点赞加收藏，下次寻找宇宙干货时就能第一时间找到这里。